福建人的个体户思维很强，就是他觉得我打工上班是为了学技术，学完一定要自己当老板。福建我觉得他会有这种族群文化，他很多东西交流文化更愿意跟家族内部的成员或者是同样宗族的去交流，其他的人他去接触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好，我是王秋库。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下在上海的福建人。那么你的这个祖籍啊，包括你爸妈都是福建的，对吧？虽然你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但是你其实根深蒂固的还是占福建那边的因素会多一点。我是觉得闽南的思维和福建的思维这种传统的观念会给我更强，就是福建的文化还有广东潮汕的文化，它会更重视家庭，就是在我们眼里是先有家庭内部团结了，做生意会更好去做。第二个点是福建那边全是丘陵，都是山，不像东北，我们那边不好去种田，所以闽字嘛，门里面是一个虫，在家是个虫，闯出去就是一条龙。那么其实在上海的这个福建人啊也是特别多，而且我发现下来啊，福建人好像在上海打工的基本上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呢做生意的就非常多。你像路边这个沙县小吃啊，包括各种这个鞋店啊、服装店啊，对吧？就各种小生意、大生意都是福建人在做的。福建人的个体户思维很强，就是他觉得我打工上班是为了学技术，学完一定要自己当老板。就他觉得哪怕我赚的不多，我开个店赚2万块，我也想自己出来做，自己当老板。他喜欢自己去掌控一切。第二个点呢，他会觉得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嘛，我虽然赚的可能不多，但是我觉得我未来的起点和未来可能拥有的可增长性是很高，还有核心命运是自己去拿捏，还有最核心的点是你自己去做生意，很多事情你可以自由度更高，你可以把你的儿子女儿都安排进来。很多我们福建这边是老公老婆小舅子3个人就能开个皮包公司，就是搞淘宝啊、开店啊、做生意啊，然后慢慢去积累。像我爸妈也是从一个小小的5金店慢慢去做贸易、去做生意，就是说你自己去做，可能风险性会高，但是呢，他拥有的这个自由度和可能性也会更多，所以就是做老板的这种文化就会很强。那福建人为什么会比较其他的省份啊，会更愿意去自己创业？它是不是有一个历史溯源、历史根源在那边呢？对，就福建这个城市，它本身没有，就是它没有不像上海，它是有金融，对吧？那所以在福建，它上班工资不会很高，所以做贸易的比较多。你看都是安踏、特步、鸿星尔克，还有很多就是福建它有很多茶具啊、茶叶啊，所以它本身一个就是买卖的城市，它很喜欢做贸易，所以这个根深蒂固吧。祖上很多亲戚朋友，就是你问福建人都有1到2个做生意的家庭成员啊，所以他这个文化导致了你未来也会想有机会的话，也是想自己出去做。那么你觉得这个福建人啊，在上海有钱的算比较多的吗？我觉得有钱的比例，我觉得是有，但是很低调，就是可能福建人会非常的低调，很务实，就财不外露，就可能不会去非常的显摆或者是买豪车。一般性福建在上海做什么产业的会比较富有一点？建筑行业、钢材、茶叶、房地产，那你看医院，对不对？还有就是服装鞋帽啊，做金融行业的可能会比较少。那像在上海啊，街头能看到很多这个福建人开沙县小吃啊，你觉得他们这个挣钱吗？他们这个你可能不要小看沙县小吃，可能一家沙县小吃他赚的钱不一定比很多高级白领赚的少。为什么？他这个翻台率很快。第二是开在那里，他不需要做广告宣传，跟你吃兰州拉面一样，就是你进去你知道你20块钱我能吃饱，好吃啊，便宜实惠，对吧？那是不是福建人会自视比较地位会高一点？也不会了，福建我觉得他是会觉得他会有这种族群文化、家族文化，他很多东西交流文化更愿意跟家族内部的成员或者是同样宗族的去交流，其他的人他去接触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跟你在美国的犹太人他有自己的族群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信仰，比如说信妈祖信什么，那很多上海这边他不一定信这个，所以我不会聊得很深，可能是生意就生意，朋友就朋友，但不会聊到那么深灵魂朋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他会有自己的一个族群。